新疆江布拉克景区的麦田非常出名，很多人都会7、8月赶来这里欣赏麦田。这里是江布拉克，8月底江布拉克的稻田已经收割完毕，不过这个季节来新疆江布拉克依然值得来游览一下。简单看一看8月底9月初的江布拉克，这里依然有花海，有人说这里是自驾者的天堂。环景区51公里，自驾非常方便。整个景区有10几个景点，有一多半其实和麦田无关，所以这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游览。江布拉克是5A 景区，相比新疆的其他5A 景区，这里真的非常的安逸。这里也有雪山、雪松、高原草甸、大峡谷、花海、麦田，所以在不同季节这里有不同的风景。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景区里有大量的木质栈道，也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。而且这里可以露营，买一张票待多少天都可以。尤其没想到的是，景区里的住宿非常便宜，尤其和新疆其他的5A 景区相比，简直是太超值了。这期先播放一个小的风光片，下一期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旅行攻略。和新疆其他大名鼎鼎的景区相比，这个江布拉克确实名气比较小，但也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。对于我这个完美的旅游爱好者来说，明年的7、8月我一定会再来一次。在喀拉峻住了3晚，进行了一次深度游。第一天去了喀拉峻的阔克苏大峡谷，这2天没有及时更新视频，主要是有一点小感冒。这是阔克苏大峡谷里的人体草原。今天是喀拉峻深度游的第1天。喀拉峻景区非常大，方圆几十公里，一天是玩不完的。目前喀拉峻景区主要分为2大部分，一部分就是今天去的阔克苏大峡谷，另一部分就是更加著名的喀拉峻大草原。我个人建议在喀拉峻要玩2天，所以至少要在这里住1晚。我们第1天选择的是游览阔克苏大峡谷。阔克苏大峡谷需要乘船进入，大峡谷的门票和车票船票一共是150元，而另一部分喀拉峻大草原门票是135元。如果买2边的通票，2日游的价格是275元。今天带大家先逛一逛这个阔克苏大峡谷，坐一段游轮之后开始坐景区的交通车，交通车有3个停靠点。现在来到
就到达了九曲十八弯。可以看到前面峡谷里的河流，九曲十八弯。现在进入的这个部分就是大峡谷的人体草原。
其实在去往琼库什台的路上也有很多的人体草原，但是最著名的人体草原还是在喀拉峻这个阔克苏大峡谷里面。这里的人体草原线条更加特别一些，确实能看到一些人体的曲线。看看这个人体草原多美！不过也确实感到和几年前相比，这里的草似乎没有那么绿了。这是望向峡谷里的九曲十八弯，旁边的峡谷山坡上就是人体草原。一起看一看那个人体草原中最著名的美人贝。你能看得出来哪个是美人贝吗？看到那个像臀部的形状，或者是背上腰眼那部分的形状吗？可能今天的光线不太好，拍出的效果一般。再看一看这个整个的九曲十八弯和人体草原。我个人建议来阔克苏大峡谷最好下午进来，而且从周边任何的一个小城小镇到这里都很方便。上午慢慢出发，吃过午饭正好到达这里，在这里慢慢的徒步，可以玩上半天，不着急赶路，看看用无人机飞的效果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没有看到日落，很多游客都慢慢散去了。这个是在人体草原上表演骏马飞驰的当地牧民。他说今天天气不太好，没有人邀请表演。在喀拉峻玩2天的话，住宿的选择是个问题。起初我们想住在景区里面，但是因为景区太大，拿着行李过去，又是坐景交车，又是到驻地，非常不方便。而且景区里的住宿相对简陋，而价格又非常贵。最终我们放弃了住在景区里，而选择了住在景区门外的一个酒店。而酒店离第2天要去的喀拉峻大草原景区又不远，感觉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这个酒店非常的舒服，估计是整个喀拉峻景区这边最好的一个酒店了。而价格只有景区里面不能洗澡的小木屋的价格一半。酒店每天还组织篝火表演，非常热闹。这些哈萨克小姑娘既是服务员又是演员。这个酒店距离喀拉峻大草原景区非常近，所以如果你想在喀拉峻玩2天住1晚的话，我个人非常建议住这个酒店，位置很方便，价格又很便宜。明天准备去喀拉峻景区的另一半，
喀拉峻大草原，非常精彩的一天。请继续关注明天的喀拉峻之旅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就喜欢上它。这里就是原始美丽的小村庄琼库什台，嫩绿的大草甸，红红的火烧云。下一次你到伊犁来，一定要来这里琼库什台。今天要从特克斯前往琼库什台，来过几次伊犁了，但是琼库什台从来没有去过。可能在很多人的新疆旅游名单中都忽略了这个琼库什台。今天就让我带你走进这个琼库什台。从特克斯前往琼库什台的路上，有大片的人体草原，路上还有9曲18弯。这是一段非常美的道路，而且是完全免费的。去往琼库什台的路上天气并不好，但依然被那绿色的大草原所震撼。这段路虽然有些曲折，但是并不难走。看这些山的曲线，真的像身体的曲线。现在经过的这条河，河水像牛奶一样，俗称牛奶河。从特克斯到琼库什台只有不到100公里，开车不到3小时就可以到达。几乎每隔几公里就想停下来拍照。这里的草原和喀拉峻的人体草原很像，感觉这里的草更加绿，真的像绿色丝绒一样。一路的风景真的很美，不过天突然下起了雨。3小时后到达了琼库什台的村庄，这是我们住的村里的民宿。民宿是小木屋，里面干净整洁。当然，现在是旅游旺季，这里的木屋价格并不便宜。几乎所有的木屋都是500-600元。休息了一会儿，雨也停了，
民宿老板建议我们去旁边的乌孙古道走一走。这是乌孙古道的起点，很多人会选择骑马来走一段乌孙古道，我还是选择了徒步。不过今天刚下过雨，路不太好走，于是只是想在河边走一走。穷库什台是一个非常原始古朴的小村落，自然风光非常优美，有山有水。跟着我沿着河边走一走。天突然放晴了，如果你来穷库什台，一定要到这个河边来走一走，逛一逛。这里的河水非常的清澈，非常原始自然的美。这里的空气也是那么的清新，这段河边漫步非常的轻松。这次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散步。穷库什台这个小村子是不允许自驾车进入的，必须停在村口的停车场。不过好在村子不大，多美的一幅画面啊！就想在这儿坐着静静的发呆。记住，来穷库什台一定要往乌孙古道这个河边走一走。这就是村口的大石头穷库什台。晚上，民宿老板说带我们去他的新店去吃饭。老板新开的民宿在山上，所以直接可以把车开到民宿门口，到村里去玩也很方便。这个就是老板的新客栈。客栈在一个山顶，360度的风景。其实我们本打算住这里的，但是当天客满。这里的标准间在旺季的时候也有600多块钱，但和村子里的价格相比，算性价比很好了。不过客栈的餐厅价格非常便宜，做的又好吃。当然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到这里来看一场日落。
如果你打算来琼库什台，其实住村子外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停车方便，而且风景似乎更美。看看这天边的晚霞。如果下次有机会来琼库什台，我想我会住这里。这里不但可以看日落，还可以看日出。晚霞真的太美了。第二天早晨睡了个大懒觉，民宿老板建议我们到后山去转一转，于是我们开车来到了这里。离村子往上开车大概3公里。天啊，这里简直太美了。看看这雪山、草甸、云山。这片高山草甸面积非常大，一直走可以走到喀拉峻。记住这个村庄的名字，琼库什台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就这样坐在草地上，晒着太阳，多惬意的生活。这是我们结伴的伙伴，一起来飞个无人机。有点乐极生悲，车子没油了。记住，到琼库什台，包括周围的很多地方，一定要提前加满油。不得已，我们求助民宿老板，民宿老板非常热心地帮我们解决了问题，从特克斯给我们拉来了30升油，真的太感谢了。这里的民宿老板真的是热情又朴实。现在汽车加了油，我们开始离开琼库什台。昨天来的路上有一段时间下雨，返回的路上又可以看到这片美丽的景色。可以说琼库什台这个免费的小村落，景色不输于收费的景区。再看一看这路边的优美景色。其实琼库什台和喀拉峻是相连的，据说很多人从琼库什台可以徒步走到喀拉峻。最快的一条路只有20多公里，1天就可以完成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喀拉峻。在很多来过伊犁的人心目中，喀拉峻可能是最美的一个地方。下一期喀拉峻。